陈辉，姐，姐，姐，长高了，也长大了。姐，这是我的药学专业证书，这是我的化学专业证书，这是我的专利证书。姐，我没辜负你，就等你了。这原来是一家面粉厂，但因为经营不善呢，3年前就倒闭了。如果改造成药厂的话，厂房结构可以不动，但是分区、装修和设备要全部重置。那肯定的。这里可以改装成各种药材的储存车间、整理车间、切药车间、炮制车间、检验车间，还有包装车间。后面那些可以改装成实验室和研发室。那整个重建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呢？就比着这个规模。对，我们要建一家能够真正实现中药西制的制药厂。各类化学器材和大小器械，肯定要从国外购买，而且要最新式的。此外，还需要蒸馏机、烘药膏机、研药粉机、做药丸机2副，还需要蒸汽炼药炉、炼药鼎、折药机，还有电子设备，至少需要60万大洋。这么多啊！这还不包括化学专家、药剂师、工程师以及职员，还有伙计的人工成本。但我现在手上只有10多万的现银，如果把房子卖了，应该也只能凑够20万。没问题，剩下的40万我们可以找银行贷款。国外开厂大部分都采用这种方式。如果换到从前，只要给我几10大洋，我就可以撬动数以万计的生意。可是现在不行，现在的银行最多能给我贷10几万，而且利息还极高。那要是不用最新的设备，成本至少可以削减1/3。不，要建就建最现代化的。那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姐，你不是还有文氏大药房的股份吗？按文氏大药房现在的市值，怎么也得有100多万大洋了。按照我跟那个人的约定，他有优先回购权。如果我想卖掉那些股份的话，必须要跟他去谈。可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姐，你跟文先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4年前我出国留学的时候，你们还是最好的朋友。为什么4年之后，你连他的名字都不愿再提？不说这些事儿，啊？我得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们一起经历了什么。你们一起创业，一起奋斗，一起出生入死。你们之间的交情，不仅是祸福相依，更是肝胆相照，甚至可以彼此托付性命。所以，就算有天大的事情，也是可以商量的呀。陈辉，你相信我，我既然要断了跟他的一切联系，那一定有我自己的道理。好吧，那这药厂，咱们还建吗？关于文氏大药房的股份，你替我去谈。好。时间过得真快啊，回来都好吗？还好。
他过得好吗？不太好。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好吧。对了，他手上的股份我出60万大洋回购。60万大洋，你至少溢价了50%。有这么多吗？我现在真的有点怀疑，你可能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姐的事了。要这么理解也行。好，那我去准备合同了。那陈慧，还有一个条件，针对你的啊。你说。他要是遇到什么难处，第一时间告诉我。各位，我们韶华制药厂的理念呢，是科学提炼、改良国药。我们采用的是最新的机械提纯萃取专利，以中药稀释的方式重新加工国药。来，这边就是我们马上要上市的新品——中药浓缩丸万灵丹。机械提纯萃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专业的问题就给请我们的总工程师陈辉先生来为大家作答了，他也是这项专利的发明者。来，大家来跟我看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呢，它是由一个底座和多个加热容器构成的。哎，这些得不少钱底呢。座上呢设置了加工板和气缸，连设备带厂房，加工板通过转一共72万大洋抛，入这些转动板，如果加上池春堂呢加，热容器80万左右。你也太阔了吧！这个就是我本来是不够的，气缸启动，但那个人愿意出60万大洋回购我手上文氏大药房的股份，还有我那个房子，本来只值4万大洋，但竟然卖到了8万，正好凑够了我所有需要的钱。这60万大洋都是文之秋出的。啊，难怪。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文之秋把文氏大药房在上海所有的分店都卖了，包括静安4路、湖北路那些生意好的也都卖了，只留了一家总店。业内还奇怪呢，这回对上了，是为了筹钱买你的股份。全卖了。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埠、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王老板，他不收。放着。蒹葭的照片，有些chuyển变，来年有风的地点，随着季节变迁。快看那树叶落，与我交接，如蹉跎的时间，悄然翻篇，而我没能太理解。答案为何总是无言？在平凡的世界分解，似真的如一条真缘，定义的痛路留给谁了？泪也翻越生活的终点。
怎么回事啊？我们的万灵丹最近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什么？菊景堂新推出了一个玉舒丸，成分和万灵丹差不多。我们测试过了，功效比万灵丹差了很多，但是销量却是万灵丹的10倍。就这玩意儿，对我们的销量造成了极大影响。说说怎么做到的？他们定价比我们低，而且给各家药铺的返点和账期也很优厚。如果就这2样，我们根本不怕和他们对打。但可恶的是，他们还重金相诱，跟许多药铺签订了排他协议，要卖玉舒丸就不能卖万灵丹。那夏老板怎么挣钱呢？他们就没打算挣钱，一心只想干死我们。据说，制定这个策略的不是夏元，是什么白小姐。我们可以请报童，在每卖出1份报纸的同时，再附赠1份广告单。那每份广告单呢，我们附筹1文，这样不仅能增加报童的收入，还可以打响我们万灵丹的名头。这可比直接做广告省钱多了，而且效果也更好。那给国药铺的返点和账期，要不要比这玉舒丸做调整？与其让利给国药铺，不如让利给顾客。怎么让？凡是万灵丹的老顾客，再次购买时可以凭1个空瓶抵扣1成折扣，那2个空瓶呢就是2成，以此类推，10个空瓶就可以再得到1瓶新的万灵丹。此外，每个老顾客介绍新顾客购买万灵丹时，也可以再次获得1瓶新的万灵丹。这样一来，老顾客就不会轻易流失，新顾客也能源源不断了。我算过账，同样是卖100瓶，对国药铺来说，玉舒丸的收益呢是超过万灵丹的，但是销售达到1000瓶时，对国药铺来说，万灵丹的收益就是玉舒丸的5倍。所以说，再优厚的返点和账期，都不如直接飞升的销量更让国药铺老板动心。可是这个法子虽然好，但是学起来也很快。我敢打赌，1个月之后，菊景堂也会效仿。不怕效仿，这个法子必须要依托药品的功效才会有效果。就算菊景堂学了学，但是他们的玉舒丸效果无法支撑，学了也是白学。对于万灵丹的功效，我一直都很有信心。对，所以接下来硬仗来了。目前呢，有80多家国药铺跟白小姐签订了排他协议，但是还有300多家的国药铺的大门向我们敞开，所以接下来的1周特别的重要，我们要走访这300多家国药铺，送样品、宣讲功效，还有介绍政策。公司的所有人呢，2人1组，按区域划分。截止到今天，玉舒丸已经在上海200多家国药铺上架。那万灵丹呢？万灵丹已经在上海100多家国药铺上架。他居然还有还手之力。虽然整体销量开始回暖，但是整体态势依然不明。上海的市场那么大，我觉得玉舒丸和万灵丹完全可以并存。不行，绝对不行！不把万灵丹打下去，我后面的计划将无法实施。什么计划？反正1个月之内，必须把万灵丹打下去。那接下来这1个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如果不能突破菊景堂的围剿，就会彻底出局。对，有1个人，你只要把他拿下，对付楚少华将事半功倍。目前来看，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然无法和菊景堂抗衡。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那我们找谁合作呢？是时候放下过去的恩怨。姐，你可能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国药生意了，除了1家总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我说的不是他。看来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俩可先说好了，一会儿不管谁先见到了田大少，
可都不能无中生有的诋毁对方啊。田老板愿意见谁，不愿意见谁，还不知道呢。楚小姐、白小姐，田总请你们去他办公室，请。请。哎呀，让我看看，今天都是谁到我这儿来求我了？田老板，大哥，嘿嘿，别，我受不起。咱们两个身份地位啊，差得太远啊，你不配。哎呀，我这不是跟着童心一起叫的吗？我这个人呐，这辈子最讨厌的有，就当是2个吧，一个是你，一个就是你。你呢，嘿嘿，明明是个野山鸡，你非要攀龙附凤干什么呀？你阴险狡诈，总是在那儿算计我。哎，就凭你们2个，平心而论，要说跟你们合作，门儿都没有啊！哎呀，大哥，咱们干嘛跟钱过不去呢？哎，说得对，我是生意人嘛，生意人不和钱过不去，对吧？所以现在我给你们2个一个机会，开始哄我，啊，谁把我哄开心了，我就跟谁合作，哄我吧，来，来。大哥，那你先看看这个，我们的价格、账期、返点，全部都在里面，前所未有的优厚。你看，你只要看完了，我保证你开心。该你了，哎，哄我呀，我为什么要哄你啊？我一开始来了就跟您说了，我是来帮你的。田老板，我能够让你们田氏药号收入翻番，也能让你找到田氏药号曾经的荣光。不过不好意思，我们万灵丹呢，没有返点，也不降价，也没有什么账期。我们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合作共赢。大哥，刚才给你开出的那所有的条件，还可以再商量。哎呀，人家楚小姐可是让渡了万灵丹的权益给我的。玉书丸也可以，楚小姐足足让了1成呢。我们1成半。1成半呢？田老板，我看你不是想做生意，你只是想看我跟白小姐怎么互相厮杀。你说对了。想当初，你们用了所有的阴谋诡计呀，搞得我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狼狈吧。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能够看到你们狗咬狗，我开心得很呢。我现在。你少华，你干什么你？以菊景堂的财力，我想，白小姐就算是亏本，也一定会拿出让你满意的合作条件，但是她绝对不会拿出这样的药效。你没事吧？没事。天下还真有这样的药。1成5，我选你。我绝不讲价。虽然你很讨人嫌，但是你不是个笨蛋。我相信你绝对会选择能给你带来最大财富的那个合作伙伴，而不是最省钱的方案。
还有，现在日本人这么欺辱我们，我不想内斗，所以我宁可自残，我也不和白小姐互相厮杀。我宁可退出这次合作，我也不会和白小姐打价格战的。楚小姐，哎，刚才田氏药号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又断货了。哦，让小童跟药厂联系。哎，好。楚小姐，楚小姐，新招的人您什么时候面试啊？周3吧。好的。楚小姐，哎，印刷厂那边又说要延迟交货，那就再找一家吧。哦，好嘞。小华。沈部长，沈部长，其实啊，您不用排队的，您来了跟店里人说一声就行。我是故意不让你店里的人知道我是谁，就是想来看看你们真实的销售情况。让您见笑了，是让我大长见识了。没想到一款国药竟能火成这个样子。那沈部长，您今天不会是来买药的吧？我今天来呢，是以永兴百货副司理的身份，来跟你谈合作的。合作？对，把你的万灵丹拿到永兴百货来卖吧。可是，永兴百货不是只销售进口产品吗？以前的确是，可是你的万灵丹啊，实在太火了，搞得我们类似的进口药根本就卖不出去。为了保住营业额，我决定啊，在我们永兴百货设立一个国药柜台，而万灵丹就是国药柜台的主打产品。大家可以随便看看，今天全场8折。沈部长，沈司理，啊，有记者要采访你。啊，那我先过去一下。啊，您先忙。来，你们这儿的万灵丹和池春堂的是一样的吗？您放心，都是同一家的。而且您看我们这包装都是韶华制药厂出的。为什么你们这儿便宜这么多呢？我们国药柜台今天刚刚开业，大酬宾，所以8折。那给我来5盒。那也给我来5盒，一直都是8折，就今天1天。那我要5盒囤着。哟，那你这5盒够吗？楚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吧？李香颖，哎，你现在都升楼层部长啦？那我以为我会嫁给哪个豪门当少奶奶，是不是？没想到我会跟着沈司理一直做择业女性吧？你的确让我刮目相看。我还结婚了呢，是2个女儿的妈妈。恭喜你啊！不过，你家里让你出来工作？我嫁给我先生的条件之一啊，就是婚后要工作。但是，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里，很累吧？有一点辛苦，但是呢，一旦享受过独立的味道啊，就再也无法忍受金丝雀的憋气了。李香颖，你真的很厉害。你又要兼顾家庭，做好妻子，又要照顾好孩子，做个好妈妈，还把事业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你厉害，你比我厉害。那你还是单身啊？那看来还是我赢了。哦，对，你赢了，你绝对赢了。那好，你再转转。好，你先忙。嗯。
好久不见，顾小姐。我全力支持。楚经理，哎，有个客商说他是您的老朋友，希望能够特别照顾，3天之内给他出货，但我们最快都得等到下月。老朋友。你好。你好，楚小姐。我姓顾，是润华商行的职员。顾小姐，你好。我们之前见过，所以也算是老朋友了。是，老朋友。阿梅，韶华，民国16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我还以为你因为同志救援及时，我侥幸躲过了屠杀。那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去了很多地方，但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夏先生当初为我指引的那个方向。来，坐。太不容易了，死了这么多的人，你们还依旧坚持着。夏先生教过我一句成语：矢志不渝。夏先生不会白白牺牲的，他为之奋斗的那个新中国，也一定会实现的。有什么我能做的吗？我们现在急需万灵丹，如果1个月之后才能交货，就会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可能会失去生命。没问题，3天之内肯定出货。谢谢。以后如果你们需要万灵丹的话，就随时跟我说，我分文不取。不行，我们商行有规定，必须公平买卖。你只要在交货时间上特别照顾我们就行。好吧。这批万灵丹，请发往这个地址。你只管交货，别的什么都不用管。明白。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国药生意了，除了1家总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埠、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我找文之秋，他人现在在哪儿？这开药行太辛苦了，还不如做贸易来的轻松，是吧？如果你们有知秋，她是我前任未婚妻楚韶华小姐。
你不是宣布跟我恩断义绝吗？这么突然，有事过不去？没有。那是想我？我可担当不起啊！这要是让人误会了，我这积攒的好名声就前功尽弃了。哼！你能有什么好名声啊？自从我们两个断绝关系后，你的敌人都变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路变宽了，天空都大了，现在做什么都得心应手的。楚小姐，求您了，回去吧。你确定？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来找你，对吗？我们俩都认识那么多年了，你的一举一动我会不知道吗？对，认识你10多年，你把我骗得太惨。要不是今天晚上我在整理一些旧账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些东西，温之秋，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你够厉害的！我今天晚上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你就是个混蛋、人渣、败类、无耻之徒。嘿，楚小姐，你们毕竟合作那么多年，还好过一场。就算分手，也不用口出恶言吧？是，就是。张老板，如果他用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您的话，您肯定不会口出恶言，你会直接提刀砍人的。文先生，您到底干了什么呀？还是你问他，他对我干了什么？文之秋，以后别让我见到你，我见着你一次骂你一次，你可千万别落在我手上，不然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你就好好开你的厂，卖你的药吧。还有，别辜负了你从我这骗走的那几10万大洋啊！你还是好好操心自己吧，我这辈子都饶不了你了。这女人简直是头母老虎。志秋啊，以后你可要多加小心喽。文先生，您的货都在这里，要不要检查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咱们对一下啊。大概什么时候上船？手续办完就上船。什么时候可以到香港？1周左右。我们这批药很重要，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池啊！放心吧，我们公司可是老字号，绝对不会搞丢客户的货物。曼丽号下来的货在哪儿啊？全部开箱检查。你们这不合规定吧？刚都检查过了。我们接到举报，曼丽号到达上海的这批货物有违禁品，我们必须严查。刚都检查过了。查仔细点，轻点啊！这不，查仔细了啊！喂，兄弟，轻点啊！这不能摔。我自己一样样拿出来给你们检查，行吗？嗯。你看啊，是吧？啊，你看，你看，就这些，货不错呀。那边看仔细点，差不多得了，别太过分。哎，老大，货没问题。去那边看看，走。哎，走。哎，箱子打开。你这卑鄙无耻下流的东西！今天让我在这啊，在这见到你了。谁？我哎，你说谁啊？你这疯女人！你骗了我的身子，还骗我的钱！我今天要跟你对！他说他是变坟厂的小开，其实他就是个小瘪三。他还说他是个单身，其实他下有老婆，上有老婆。
哎，哇，你这疯女人！我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啊？我是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不管了啊？住手！我是什么东西？你说。再说我开枪了！不至于，不至于啊！长官，你可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负心汉。我们执行公务呢，没空管你那破事儿，滚！我再不走我开枪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被他害得有多惨。我今天就算是死，我也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走去！不是，我们那一晚是你情我愿。别管。慢走啊！老板，一碗小馄饨。哎，好的。老板，放这啊。谢谢。万灵丹的效果很好，我们准备继续订购，没问题。另外，我们之前一直委托一家商行从国外采购西药，但那家商行最近不太方便，能否改托池春堂帮忙采购？可以。你们需要哪些西药？药品的名称和数量都在上面。西药到上海之后，请改一下包装，让人觉得是寻常的中成药就行。明白。那我就先告辞了。好，你慢走。谢谢大家。各位嘉宾，晚上好！欢迎莅临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首先，让我们有请今晚的女主人，美艳动人的白冰心小姐上台致辞。非常感谢大家。他这身行头怎么也得10万大洋吧？是，还不都是夏元出的钱？也谢谢大家对我的祝福。那夏元夫人还真是贤惠，这么多年愣是一生没啃过。祝在场的各位女士越来越美丽，男士都能发大财。此时此刻，我们都很好奇，舞会马上开始。那么，白小姐的第1支舞将与谁共舞呢？为了表达感恩之心，我要拍卖第1支舞，拍卖所得全部捐给慈善机构。白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呐！那么，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的第1支舞拍卖正式开始，起拍价50大洋，我出100大洋，200大洋，200大洋，第1次，300大洋，我出400大洋，500大洋。谭先生出价出到了500大洋，500大洋跳支舞， 500大洋真是疯了，500大洋不是疯2了，次，是被他迷住了。 500大洋，1000大洋。现在夏先生出价1000大洋，还有人愿意加价的吗？1000大洋，第1次；1000大洋，
第2次1000大洋，第3000大洋，3000。多少？3000大洋。3000大洋，第1次。3000大洋，第2次。3000大洋，第3次。我宣布，白冰心小姐今晚的第1支舞属于这位小姐。这位小姐，请你给大家说2句。那我就简单的说一句，这3000大洋，我希望全部捐献给市立传染病医院，用以修建之前被日本人炸毁的传染病病房。谢谢。感谢这位小姐，也感谢白冰心小姐。你今天穿的好漂亮。累了穿下这衣服，我3天都没吃饭。光照社会，那今天真的是你生日？怎么可能？我这种人啊，连出生都不配，我哪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接下来，我宣布，那今天白冰心小姐慈善舞会，我就想听大家跟我说一句现在生日快乐。咱俩也好久都没聚了，趁着今天这机会，咱好好聚聚。好，走。去哪儿？我带你去吃好吃的。谱跳舞了？这舞有什么好跳的？但是这还有好多人呢。再多人，你能换来一句真心的生日快乐吗？走吧。所以我说啊，你想走就走，我们不用管那些人呐。二妞，好多客人等着你跳舞呢。走。韶华，你还记得咱们俩小的时候，最后一次在启州逛药市吗？记得。你还记不记得咱们见到夏园的那次，咱们两个说的话？韶华，你看她的衣服，衣服边镶金线了，还有她的耳环，耳环上的宝石好大呀！哎，戒指上面有宝石吧？我要是有一天能穿戴上这一身，我死了我都愿意。我今天的穿戴，可比当年的夏夫人华贵多了，而你，也成为了和夏园一样，可以平起平坐的人物。这么说来，咱们俩也都算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了。你满足吗？当然不，我也一样。你还想要什么？难道你想做夏夫人？你以后就知道了。二妞，生日快乐！曲小姐，请留步。我今天是专程为你来的。不好意思，我还有事。楚小姐，我今天是真的专程为你来的。你有什么事儿吗？楚小姐，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万灵丹以及万灵丹代表的汉方药卖到世界去呢？当然有，但是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啊，楚小姐，关于一种倾向的事情，确实有许多杂音在里面。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呢，也别先忙着拒绝我，先看看我们小村家族为你准备的合作条件，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感动，也一定会让你心动的。不用。小村先生，你们日本的军队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你想想，我可能跟你合作吗？楚小姐，和我们合作可不是仅仅为了出路，
那也是生路。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我只是在提醒你，你们中国人呢，勇于死斗，怯于攻战。只要我们日本集中优势兵力，3个月以内一定会击垮中国军队。作为一个生意人，邱小姐，你应该提前预判，并且为将来布局吧。小村先生，如果中日双方必有一战，那最后的胜利只能属于中国，这就是我的预判。还有，你的领带歪了。那咱们那些分店分号呢？要么被收，要么被占，要么被查封，要么被强掠一空。那首元药妆的老店呢？老店也被封了。那首元药妆其他地方的分店呢？没了。华北、东北都没了。那我们这几十年不就白干了吗？那齐州药市呢？齐州药市也没了。这他娘的生意还怎么做呀？马委员，大驾光临，是为何事啊？我今日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与楚小姐共商大业。愿闻其详。楚小姐自办韶华制药厂以来，成绩斐然，方方面面的创新与委员长提出的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国民政府希望与楚小姐合作建厂，一方面解救濒临崩溃之国民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使人民获得安乐之生活。那你们想怎么个合作法呢？建厂所有费用及一切工作琐事，皆由国民政府承担。楚小姐只需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入股即可。那请问楚小姐占股几成？1成。1成？正是。那万灵丹的配方归谁所有？既然是合作建厂，那配方归国民政府和楚小姐共同所有。马委员，依照国际惯例，像万灵丹这样的产品，如果楚小姐要技术入股，至少要占股50%。此外，我们独有的机械提纯萃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销售、管理模式，至少也要占股2成。本人也曾留学美国，知道程副总所言不虚。然而现在国情世事实在特殊，所以无法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怎么特殊呢？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华北也似有箭在弦。我个人以为，中日之间2年之内必有大战。我们此时建厂，不仅仅是为了国计民生，也是为了备战所需。此时建厂确有必要，不过马委员提出的合作条件，未免太过苛刻。我们也事出无奈呀。眼下乃是国家最积弱之际，财政捉襟见肘，唯有请楚小姐暂且委屈，先行报效国家，再论个人私利。报效国家，人人有责。不过，万灵丹乃楚家祖传秘方，就这么拱手让人，楚小姐无法向楚家先人交代。另外，万灵丹能有今日之业绩，楚小姐这些年付出良多。如果你们一点都不为楚小姐考虑的话，我觉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那你们希望是什么条件？
我们至少要占60%的股份，并且万灵丹的配方只能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掌握。占股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配方的事没法谈。楚小姐，只有配方共享，才能快速建厂、大量生产，方能满足战时之需呀。但是刚才程先生也说了，配方乃是楚家先辈所创，我个人是不能轻易拱手的。局势之所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自保，不愿为国家牺牲。我原本以为楚小姐和那些人不一样。马某告辞。如果国家都没了，我们还捏着配方有什么用？可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姐，报国的方式有很多，不用把自己的身家都交出去。但我知道很多人为了报效国家，可以捐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给出自己的生命。好，就算要交，也要交给可靠的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他们真心抗战，我愿意相信他们一次。马委员，楚小姐，如果要配方共享，那我这是有条件的。您请说。我们合作建厂生产出的万灵丹是不能用于内战的，只能用于抗日战场，并且所有的收益，包括我自己的，都要捐赠给抗日事业。太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好，那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您和程先生你们来商议吧。谢谢，谢谢楚小姐，您请放心，马某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一定快速建厂，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我尽快，再会。姐，你损失是不是太大了？国家存亡之际，一点个人的私利是算不得什么的。但是你怎么跟楚家的先辈交代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回去吧。先生，我可以帮助你，但是钱呢，就不需要了吧？哦，好，那说说你的条件。我只是想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小村先生，咱们认识20多年了，难道还不算真正的朋友？我们之前的感情，应该算是利益往来，互惠互利吧。我说的那种真正的朋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朋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友，明白吗？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让日本陆军把你在东北、华北所有的分店分号都还给你，并且帮你恢复销售和运输的渠道，但前提是这些分店分号的股份我们要占30%。放心吧，不会亏待你的。这30%的股份，我们小村家族
按市价收购。兹事体大，小村先生，还容我好好想想。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先生。请说。还记得我们那次见面吗？我希望你能给我几个汉方，被你一口拒绝了。这次，我希望你能满足我当年的念想。几个汉方？一个就好。你说的是万灵丹？哎呀，绝不能答应啊！这是唯一能救守元药庄的法子。就算舍了咱守元药庄，也不能让日本人得逞啊！这是什么话呀？守元药庄要是没了，咱们大半个身家就都没了。守元药庄要是没了，那菊景堂也难以维系。那可就不是大半个身家了，那是全部身家，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古人尚能做到，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我们岂能连古人都不如啊！喝点水。三度。说说你的想法。之前我们跟日本人不过是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就已经被很多人指着脊梁骨骂了几年。就连国药工会主席位置，也因此丢掉了。两码事儿啊！工会主席的位置丢了，那是被田大少和文哲秋给暗算了。如果此时再让日本人入股的话，那汉奸的名头可就跑不掉了。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就说我们认识的人吧，啊，杨三爷可以了吧？因为没让日本人入股，一夜之间家产殆尽，拼病而死。而比他识时务的刘玉田，不但赚得盆满钵满，还得了一个勋爵的位置。大掌柜，你不能只看眼前，将来若是东三省光复，这刘雨田的下场必定是极惨呐！行了吧？就国民政府那几把刷子，哼，东北三省只怕永远都回不来了。此次事关华北，国民政府应该不会再退让。哎。夏老板，你是？我是于信正。于信正，我怎么对你没印象？我刚毕业回来没多久，我爹是于中和。中和？哎，你是中和的儿子？对。都这么大了，你爸可是当年跟我一起从齐州一路到上海的，路上他吃了不少苦。你爷爷于太正，那可是守元药庄的老人呐。是，我们一家三代都跟着夏老板做事。我还希望我儿子以后也能跟着夏老板呢。以后？是啊，靠着夏老板你，我爷爷才能娶妻，我爹才能在上海买房，我才能读书。所以我还指望着我儿子将来也能靠夏老板留洋呢。
我争取不辜负你。我尽量，我尽量。我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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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报！何运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北主权。何运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北主权。你们需要的资料都在这了。你面包。包括之前跟国民政府合作建厂的注意事项、选址建议，还有之前跟政府合作商家的经验教训，马俊才的发家史，还有及其背后势力的政商资源。当然，里面还有大中华制药厂的股东构成，希望对你们未来的谈判有所帮助。谢谢文大哥。部长希望尽快签约。需快速推进建厂事宜，不知楚小姐对合同还有什么意见？合同其他的条款都很清楚，唯有2个关键问题不明。第一就是，我们既然是和国民政府合作建厂，共享配方，那为什么我们的签约方是大中华制药厂呢？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这个大中华制药厂乃私人所有，和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关系。是这样，国民政府已将万灵丹列入军需药品，出于保密需要，才委托大中华制药厂与楚小姐签约。那我们是否能看一下国民政府和大中华制药厂的委托协议呢？此乃国家机密，不可公开。那这恐怕很难让我信服。楚小姐不必多虑，这是部长亲自过问的项目，不会有任何差池。另外呢，我们当初的约定，药厂的产品不能用在内战，并且全部的收益都捐献给抗战事业。这一条为什么没有在合同里体现？楚小姐莫急，你所提到的内战、抗战，是涉军国党派。如若写入这合同，怕是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应诺，无法落入文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份合约我们暂时是不能签的。楚小姐，国难当头，我们不必纠结这些细节吧？马委员，这不是细节，这是原则。楚小姐，你这是要出尔反尔了？哎呦，我怎么觉得出尔反尔的反而是你们呢？程副总，我和楚小姐单独说2句。楚小姐，只要您肯签字，我们可以将股份让到5成。我要求的不是股份，我要的是抗日的承诺，要白纸黑字的落到实处。这我可无法答应你啊。那就拜托马委员，请能答应我的人过来再跟我谈条件吧。楚小姐能够为民为国，这是你的荣幸啊。马委员，如果能够真心的为国为民，那我愿意把我所有身家都捐出去。
但我就是怕，有一些人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干的却是利己卖国的事儿。好啊，楚小姐，你可知大中华制药厂真正的股东是谁吗？这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们的口头承诺，我是一句都不带相信的。那你更应知道得罪他们的后果吧。知道。既然如此，那就走着瞧。不送。姐，哎，果然不出我所料。要不要出去避避风头？我吗？桃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陈辉，麻烦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去。我参加妇女会的事情啊，还希望各个姐姐多多费心，多多帮忙。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肯定会支持你的。那就太好了。白小姐，夏夫人找我？是。啊，咱们去那边聊。就在这儿聊吧。这儿人太多了，闹吧。夏夫人想喝什么？你的历史，我大概知道一些。如果你想知道的更多，尽管问我，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若我们家老夫人还在，是断不会允许你这样的女人和夏家扯上关系。如果老夫人真的在的话，这事儿她说了也不算。你可真嚣张！我只是不想装。也不知道我们家夏元看上你哪一点。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回家问他。白小姐，你说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何必非要在夏元身上浪费青春呢？我不是这样想的。相反，我跟夏元在一起，能得到很多。如果你愿意离开夏元，这2万大洋就是你的，2万，外加1辆轿车。哇！你离开夏元，你能得到20万大洋，外加1栋洋房。这么贱啊！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教训他！打！哎，干嘛？小贱蹄子，你还敢欺负老夫人？也不给你点教训，你知道什
信任愿意挨，那就成全他，给我打，狠狠的打！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报巡捕房了啊！大哥，别忙了，看看我。哟，这怎么弄的呀？你老婆带了几个人在咖啡馆堵着我，上来就打呀！淑芬弄的。咱里面说话。不去，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说。我这打是因为你挨的，这事儿你得管啊。我管，我肯定管。你这样啊，你先去趟医院，去最好的医院，钱我出。这是钱的事儿吗？我挨打了，你看清楚啊！我挨打了，我被人欺负了。我知道。你想让我怎么办啊？别工作了，放下手上的事儿，陪我去医院。我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我去不了。你还开什么会呀？我都这样了，我被人欺负了。我最近已经很烦了，你别再给我添乱了，好吗？是我给你添乱吗？你给我弄清楚，添乱的人是你老婆。好，这样，这个你先拿着啊，先去趟医院，然后去百货公司，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百冰心差这么点钱吗？你到底要不要？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老板，咱该走了，来不及了。